第108章约了。公司的事情忙得如火如荼，老彭那边搞商会的事情现在也在快速推进。我第2次陪他打高尔夫了。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高尔夫会所的价格，得到的答复是会所会员差不多要10万块钱，如果会员再带一个朋友，兄弟套餐的15万，也就是说老彭替我付了5万块钱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挺感动，但是我更想跟老彭讲，让他把5万块钱直接给我，我可以把房子都给装了，这多好。我他妈就这点出息，没办法，穷人出身，格局大不了。我和老彭都是新手，有个专门的教练教我们，美女教练看上去20多岁，很有风韵，不仅球技高超，而且气质不凡。我发现老彭对人家好像有点意思，总是无事献殷勤。打完球我问他，彭老哥，你是不是对蒋美女有点那个意思啊？彭洪波笑得有点猥琐，道，人家不叫蒋美女，叫 Lucy。我一听就反胃，一中国人偏偏喜欢起个英文名字，而且自己把这个名字挂在嘴巴，搞得好像还挺骄傲一般。我说，彭哥你不要玩火，那个姓蒋不像是个省油的灯。彭洪波道，他妈的，都是老江湖，你彭哥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拿捏的。我嘿嘿的笑，心想你老彭还嘴硬，已经被人家骗了几十万进去了，高尔夫球会所交了10多万，买各种装备又花了大几万，还不包括平常请吃饭、唱歌的这些费用。我觉得这个姓蒋心机很深，我不是小瞧彭洪波，老彭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不过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这一类话题只能点到即止，我也不能干涉人家老彭的嗜好，人家就好那一口，我能怎么办呢？老彭的老婆我认识，山东人，姓潘，挺能干的一个女人，而且还长得蛮漂亮的，和老彭不仅是伴侣，而且还是事业上的伙伴。我想着有一天老彭在高尔夫这边如果穿帮了，这山东女人不会连我也恨上吧？回到商会的这个事情，老彭就跟我诉苦，说他妈的他为了这事儿付出多少，但是有些人还在背后说风凉话，又说老弟，这事儿老哥真要求你帮忙，我拍胸脯保证，找个时候一起聚，到时候我把老黄叫过来。我立马给老黄打电话，这老家伙从台岛回大陆之后一直没来深圳，我刚好忙便没有约他。接到我的电话，他非常高兴，老弟，明天我就来深圳，你好好准备，咱们高俩要好好的玩一玩，嗨一嗨。我一听又要玩又要嗨，大抵也就知道节目内容了。我说黄老哥，我和彭哥在一起呢。黄海山鬼精一样的人立马道，那就把彭总也叫一起嘛，我们3兄弟可以商量一下，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兄弟房。我一听就倒胃口，也不知道现在这些人是什么嗜好，喜欢开什么兄弟房。说句实话，真有个男人在旁边，我估计挺直都难，嫌恶心啊。老彭却是双眼金光闪闪，我看他的眼神就想到了非人类的某种存在，心里就愈发发毛了。第2天我很早就去了不急，直接进百盛。百盛自从老谢走了之后，这里变化比较大，最大的变化是厂区变干净了，而且厂房外面的门窗都重新漆了一遍，看上去舒服多了。这家厂名义上的厂长是郑小军的弟弟郑登，这小伙子很憨厚，很热情有礼貌，我一进去他就弯腰递烟，一口一个陈哥的叫着，特别的让人舒心。这一幕我便想到了那个厂子，做皮条生意的他摇身一变成为了皮鞋厂的厂长，竟然没有一丁点的违和感。郑小军好像是去银行对账去了，不在厂里。郑登就陪我喝茶，喝茶的中途来了一个胖女人，看上去其貌不扬。郑登叫她过来，小林，快过来见陈哥。我有些吃惊，郑登告诉我小林是他的老婆，最迟年底2人就要结婚了。我更吃惊，心想你郑登干的就是女孩子的生意，你大贵州那么多女孩，有些女孩那么漂亮，你怎么选这么一个女人做老婆呢？我这话当然不好说出口，但是郑登好像明白。等胖女人走了之后，他憨憨的跟我讲，小林是我姐给我挑的，挺好的。我愣了一下，想到有一次郑小军跟我讲，说他们那边女人关键要看屁股大不大，屁股大才好生养，像郑小军这类女人人家未必瞧得上呢。当时我只觉得好笑，但是今天我在细细的想这事儿，才忽然想到在我们湖南老家好像也有这种说法。是啊，穷人结婚不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吗？现在的这些什么恋爱啊、情调啊云云，都是浮云，有道是饱暖思淫欲，饭都吃不饱的地方，男女那点事真的就是为传宗接代。我觉得郑登是真的喜欢自己的老婆，这就挺好的。小伙子憨厚实在，乡土气息浓郁。郑小军从外面回来看到我，道，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啊？我开玩笑道，我就是喜欢搞突然袭击，检查一下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。郑小军冲我翻白眼，眼神中魅惑的意味相当足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碰女人了，被郑小军这一下差点整破防。中午郑小军请客吃大餐，吃饭的过程中我讲了老黄的事情，郑小军跟我讲，你那个什么行业网站一定要留在我们百盛啊，不能让老黄搞到广州去。我一听就忍不住笑，我说网站在网络上，不在哪个地方，什么地方都能打开。郑小军也不怕丑，道，
我不管那玩意儿在什么地方，你总得需要人来照应打理吧？难不成那些东西自己就能凭空变出来？我说那行，那你们在深圳招聘个网管。郑小军道，我如果懂这一套，早就自己招人了，还麻烦你吗？反正这事儿你搞定，招聘人也由你把关，我负责掏钱不行吗？我被彻底击败了，这个要命的土女人啊，别人没文化都遮遮掩掩的，只有她把这事儿恨不得搞得人尽皆知，我也真服了她。